这里是摸石过河，我是查尔斯老查。朋友们可能也知道啊，老查呢很少聊自己的专业啊，也就是软件工程和 AI 方面的事情。但今天这件事情啊，我必须插个队啊，因为上周呢，所谓全世界最强的 AI 模型诞生了，然后呢，活了不到4天，就为他自己国家的政府呢亲手拉了闸。哪个国家啊？美国，把2个刚上线的最强的模型全球强制下架。话说呢，这个拉闸下架的这个动作啊，大家眼熟不眼熟啊？这可不是在黑老中那一边啊，这样的画面呢，我们太熟了。一篇文章早上还在疯传，中午刷新的时候呢404了。一个热搜呢刚冲到第一，过2小时没了。一个 APP 昨天可能还在用，今天想打开啊，对不起，服务器下架了。简中圈对这种操作啊熟到什么程度啊？熟到会觉得啊，下架这种操作，那不就是那种体制才会做的事情吗？这个操作是一个不自由专制才有的操作呀。可这一次干这件事的却是美国，是那个把自由刻在脸上的国家。于是啊，又有些评论区呢又开始高歌了。但老查想说的是啊，在风控这件事情上呢，老中和老美本来呢就是一个样的。一旦碰到底层这条线，什么道德、人权、自由全都得靠边站，剩下的就只有2个词：长治久安和保持领先。今天呢，就是抽个空给大家说说这次到底是什么戳了老美政府那根神经。我先说我的观察，然后呢再给大家2个理由啊。讲完之后呢，我就不收口了，因为这个事情啊，现在还在白宫的会议室里面聊着。观察呢是这样的啊，在风控操作的面前啊，中美是同构的，不是谁学谁，是他俩碰到底线时呢，反应呢都是一个样的。我们来看第一个理由啊，你先看美国这次拉闸的动作本身，他嘴上说的是安全，手上干的呢却是控制。我把时间线给大家捋一捋啊，6月9号，也就是2026年6月9号 ，Anthropic 呢发了2个模型，就是做那个 Cloud 的那个公司啊，一个叫 Fable， 也就是预言，一个叫 Medas， 也叫神话。Fable 一上线啊，首先呢，开发者圈呢就直接炸了。它在编程、推理、网络安全这些硬指标上啊，至少呢在公开的 benchmark 里面啊，它明显的就压过 OpenAI 刚出的那个 GPT 5.5一个头啊，被圈内叫做封神时刻。然后呢，6月12号晚，美国商务部一纸出口管制令，要求该公司非美国公民不准用。注意啊，这个非美国公民有多宽泛啊，不光是海外的所有人和机构，连这个 Anthropic 公司自己持签证的外籍员工都不能用。你在他公司里面上班，帮他写代码，但因为你不是美国人，你也不许碰。而在技术上呢，这根本没法实时筛出每个用户的国籍嘛。所以为了绝对合规 ，Anthropic 呢当晚呢只能在全球范围把这2个模型呢给下架了，对所有人关闭，从发布到拉闸不到4天。连老查啊都只能用这货呢完成一个小项目。所以大家看这道命令的形状啊，他不是说这东西有多危险，所有人呢都别用，他说的是外国人别用。大家品品这个区别啊。如果说一样东西真的危险，危险是不分国籍的嘛，炸药在美国人手里他也会炸呀。可这道命令呢，偏偏只挡外国人，他管的那就不是危险本身了，他管的呢是这东西不能落到别人手里。我再给大家加一个证据啊，这次呢，他只关了自家最强的2个模型。Anthropic 自己也说，同样的能力，隔壁的 GPT 5.5 呢其实也有，不用越狱就能做到。可 GPT 5.5 却没有被一起关掉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看啊，只卡外国人，只卡自家最强的，安全是说给你听听的话术，别让对手追上来啊，才是他的真动机。老美这一刀呢，护的是领先，他是朝外的，他怕的呢是最强的能力流到对手手里。那谁是对手呢？然后啊，我们再看一下老中那边啊，这里看上去好像老美在学中国搞风控，但老中那边啊，通常封的下架的呢，却很少是技术层面，因为老中现在手里呢，其实还没有那么多最强的技术要藏着不给世界。它的护城河呢是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基础。他删一篇文章不是怕这篇文章泄露给美国，他下架一个 APP 也不是怕这个 APP 啊被对手学了去，他下架的删掉的是对他不利的话，是让他不爽的言论，他守护的呢是对内的稳定，是那个4个字长治久安。所以呢这下呢我们就看清楚了，老美护的是领先，是怕对手追上来，所以呢是朝外的；老中护的呢是稳定，是怕自己人不听话朝内。双方护的东西不是同一个，一个的命门在外面，一个的命门呢在里面，但这个条件反射啊却是一样的。只要碰到自己命门，不管这个命门是领先还是稳定，他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同一个操作：拉闸、划线，先把道德扔在一边。这才是他俩最像的地方，也是他们真正在动机系统论层面握手言和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来猜第2个理由啊，到底是什么戳了他的神经呢？也就是老美政府的神经啊。我们的频道特色呢就是看动机不看台面。我给大家3个导火索啊，我们呢可以数一数里面有没有一个是和所谓的国际道德相关的。第一个呢
是能力太超前了。这个超前超在哪呢？超在网络安全上。通俗一点就是说啊，在找漏洞和写攻击代码这件事情上 ，Faber 在上面跳跃啊太大了，强到什么程度呢？强到能把别人系统里藏得很深的漏洞自己给挖出来。那这就麻烦了。这种能力呢是把双刃剑啊，防守的人用它来补漏，而进攻的人呢可能会用它来砸墙啊。所以华盛顿的安全鹰派呢一下就慌了。但大家注意啊，他们慌的呢不是他安不安全，他们慌的呢是两件事。第一是这把刀太利了，第二呢是这把刀可能会流到对手手里。大家看啊，绕来绕去还是那两个字，要领先。怕的是自己手里最利的刀被别人先拿到。那么还是同样的问题啊，这位别人是谁呢？这里正好还有一则报道，说白宫真正最担心的是一个跟中国有关的组织已经摸到 Matters 级别的模型了。但这个啊，老查这里得说清楚啊，这只是一种说法。Arabic 方面呢也极力否认啊，否认呢中国方向能访问它的产品。但大家品品啊，白宫这个反应的形状啊，它紧张的从来不是这东西危险，而是这东西落到那个对手手里。所以大家看啊，又绕回来领先。这是第一个导火索，这里面有道德吗？没有啊，只有领先和控制。那第二个导火索呢就更有意思了，居然是对手的告状。据多家媒体报道啊，是亚马逊的 CEO 贾西亲自把这件事捅到了白宫高层，还点名给了财政部长贝森特，说亚马逊的研究员啊用 Faber 拿到了可以用于网络攻击的信息，而正儿八经的递了一份测试报告。据报道，至少还有另外5家公司也在背后推这件事情。这听起来很像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在举报安全风险啊。但我们呢先别急啊，我们把这个举报人身份呢摊开来看，亚马逊可是 Arabic 的大股东之一啊，他给 Arabic 投钱，他还是这家公司的云服务商，他的模型呢很多也跑在亚马逊的机器上。也就是说，亚马逊是 Arabic 的投资人，也同时呢还是他的房东，现在啊又转头成了他的举报人。一个公司同时是你的股东、你的房东，也同时呢是把你告了白宫的人，这里面有道德吗？老查呢是看不到啊。老查只看到一句话， Faber 在编程上把对手甩开了一大截，而把监管当成打击竞争对手的武器呢，是商业世界里啊最古老的一招。这是第二个导火索，也没有道德，只有利益。而第三个导火索呢是一个旧账，这一条啊最扎心了。这个 Arabic 公司呢早就和白宫不对付了。之前呢，美国政府想让国防部无限制的使用它的模型，但是呢 A 公司不干啊，他画了2条线。第一呢，拒绝把 AI 用于完全自主的致命性武器，说白了呢，就是不想让 AI 啊自己做决定杀人的决策。第二呢，是拒绝把 AI 用于对于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监控。有意思了吧？对大规模监控这个操作啊，全球啊都很痴迷。就为了这2件事，五角大楼呢把它列为供应链风险，所以呢他干脆把政府就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啊还真的把政府这一手呢给挡了回去。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啊？这2条线啊恰恰呢是道德的底线，是这家公司呢在尝试讲良心。当然啊，这里呢就不声讨这家公司其他方面的良心了。可结果呢，正是因为他讲这个良心，他早早的就成了白宫的眼中钉。而且这一次啊，美国政府那边的人已经不装了。特朗普的 AI 顾问直接在网上放话，说 Arabic 公司这次啊把卖货看得比安全还重。他还撂下一句话，说是 AI 公司自己拒绝修漏洞，所以呢政府才不情愿动手，补丁补好的就能解禁。这个呢是他的指控啊。Arabic 当然反驳啊，说那个漏洞啊根本是个小事啊。但大家看这个姿态啊，政府的人呢已经在公开点名施压了。所以大家看明白这套游戏了吗？在这张牌桌上啊，讲道德呢不但不加分，反而是第一个挨整的，谁守底线谁先倒霉。这是第3个导火索啊，它甚至是个道德的反面教材。那么现在3个导火索全拆完了，能力、利益、旧账，大家再数一遍啊，这里面没有一个是人权，没有一个是自由，全是领先，全是利益，全是控制。那Arabic 自己服不服呢？那嘴上必须服啊，心里虽然有10000个不服。他公开说政府这套命令是和自由开放精神不相称的。他说那个被说的很吓人的越狱，其实本质上就是让模型读一段代码，找出里面的毛病。这种事啊，别的模型早就能干了。他还说呢，要是以后稍微有点越狱风险就召回模型，那整个前沿的 AI 行业就都别干了。但是说完呢，他也连夜派了高级技术团队飞去华盛顿跟白宫闭门谈。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画面啊，一家全世界最前沿的 AI 公司正求着他的政府让他的产品重新上线。这本身就告诉了我们，在这张桌子上谁才是真正做主的那个人。而且呢，在讨论这件事的不只是 A 公司自己啊，连 Gary Marcus 这个 AI 圈里出了名的批评家都说商务部这一手啊过度戏剧化了，是在自损美国的 AI 产业。他还点了一句特别狠啊，他说这么搞会把美国公司里的中国籍人才全部逼回中国去竞争，
所以说呢，这就幽默了。一道为了保持领先而下的命令，最后的效果呢，可能是亲手把人才送给对手。所以大家看呢，控制这个东西啊，有时候呢是会反噬的。大家在这里呢，先请记住这句话。那有人就要问了，那换成中国呢？中国就会不一样吗？这次啊就不会了。这次对中国来说啊，反而是个机会，而且啊，证据来的特别快。就在 Fable 被拉闸的第二天，中国的智谱发布了 GRM 5.2，主打一个增一兆上下文，优先开放给 Coding Plan 的用户。API 和 MIT 的开源版本呢，下周推出，没有地域限制。喊的口号反而是4个字：自主可控。他干了什么呢？他精准的把那批被海外模型一夜关在门外的开发者啊，全部接了回来。所以大家看这两边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一边呢用国家安全把最强的模型给涮死，不给外人用，而另一边呢用自主可控把自己呢给扶起来了，还赶紧补了个位，一个收一个放，动作看着相反，但骨子里呢是同一件事的两面。他们都在干同一件事，把 AI 呢从一个商品变成一种主权的能力，变成一个国家必须攥在自己手里的东西。好，两个理由呢说完了。在风控这条线上，老中也好，老美也好，任何政权呢从来都是一个样的。老三在这里啊还要再多说一句啊，这句可能有点渣啊。各位简中圈的有些朋友啊，现在我们坐在屏幕这头，在老美的那套坐标里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可能就是那个被一刀切的非美国公民。而在老中的那条坐标系里，你又可能是什么呢？你又可能是那个说话随时可能被删掉的人。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啊？不管在哪一套系统里，很多时候在这两边啊都一样。但这些呢还不是今天最大的那件事啊，最大的那件事还在后面。我们往后看啊， AI 这个东西一定会继续往失控的方向走。什么意思呀？它的能力只会更强，它的边界只会更模糊，没有人能真正按住它。而失控和控制这一对呢，从来就是人类啊碰到任何一个强大的系统时，那个甩都甩不掉的永恒的博弈。AI 可不是人类第一次面对这种话题。人类第一次学会用火的时候，火能取暖，也能烧掉整个部落。于是呢，有了灶，有了用火的防范和规范。铁路修起来的时候，它能拉人，也能造成各种事故，会撞翻车，会造成毁灭。于是呢，有了铁路局，有了信号灯。核能力出来的时候，它能发电，提供能源，也能毁掉一座城。于是呢，就有了国际原子能机构。同时呢，还有了核不扩散条约。互联网铺开的时候啊，它能连接所有人，也能传播一切。于是呢，有了审查，有了平台，有了一整套管控。所以大家请看这个规律啊，每一次如果有一个东西强到能改变命运了，人类的下一个动作永远是呢把它关进笼子里。就连那个号称啊谁也管不了的去中心化的数字币，最后呢也变成了今天这个被监管盯着的带着镣铐的去中心化的闹剧。每一次都是一场拉锯，控制失控再控制。而这一次呢只是第一次轮到了 AI， 而且是第一次呢美国政府啊不藏着掖着了，当着全世界的面把那个闸拉给我们所有人看。还记得我们前面留的那句话吗？控制呢是会反噬的。大家看这次就是啊，美国呢想保住领先，于是呢他拉了闸，可这一闸下去，他把自己公司里的外国人才和一部分竞争力啊都推向了对手。他让对手的开源模型连夜补上了空位。他还让全世界都看明白了一件事，只要你是闭源的，哪怕你再强，政府一封信你就能在全球瞬间蒸发。于是呢自己所有人就会开始想同一件事，我得有一个自己的谁也关不掉的 AI。 大家来评评啊，越是想死死攥住，越是把这套东西呢推向更大的失控。这就是这场博弈最迷人也最吓人的地方。那他最后会怎么收场呢？这时候呢讨论这个呢还为时过早，因为他才刚刚开始。这个坐标系啊太大了，一拳可打不完。以后呢我们频道还会继续盯着这类事件慢慢的猜。我是查尔斯老查，这里是摸着沃河，让我们下期接着摸。